我们要吸引年轻人传承下去这个酒王文化。顾客的要求就是好吃，最重要菜要烧的。9月，在盛港的一间庙宇，2座巨大的铁棚在庙外迅速地搭建起来。棚下即将迎来一场人与神的盛会。在淡滨尼的厂区，39岁的陈子杰与他的队友将参与明天举行的九皇爷诞辰庆典。此时的他们正在装饰着庆典用的轿子。我们一共有9个轿子，我们是负责第2的，我们是九王2帝的轿子。我们队伍有很多不同的的人，那些比较年轻的，就是朋友的同学啊、弟弟啊，他们有兴趣的话，我们就会叫他们一起来。各行各业、不同领域的人都有。每个9月，我们就 ensure 我们的轿子 everything is in good condition。九皇爷诞辰庆典上，总共会出动9座轿子，每座轿子都由不同的队伍各自保管。到了庆典的时候，来自各地的轿子就会回到庙外的棚下集合。我加入的时候应该是18、19岁，感到有点好奇，所以就跟他们一起来了，一来就来到现在了。九皇爷是华人传统的民间信仰，在农历9月，各个九皇爷庙一般都会一连9天举行庆祝活动。位于盛港的龙南殿已搭好铁棚，预计将会迎接万人的来临。为了这项活动，庙里的总务张祖才一早就已经打点好一切。我们布置是从每一年的8月15开始大盘布了，大概布置要10多天。我们庙很小呢，我们那个庆典是九王爷的庆典哦，最主要要有空地，9头那个轿子，要有地方来舀那个轿子，所以要空地要比较大，所以一定要大盆来做。这次庙外搭起了2座铁棚，一座是用于信徒参拜，另一座是为信徒供应素食的大棚。所以我们庞大的其实会积水进来的，我们地下还会铺板，铺板上来下也不用怕了。我大概每年都是开始布置，到9月初9，大概我看每一天都在庙里了。我们这个庙历史是68年，我们来盛港这边有13年了。我们来这边的时候，真的这个地方真的蛮静的，连我们这13年好像我们的庆典带动整个邻里的那些热闹啦。民众为了信仰聚集在一起，大家不分你我参与聚会，为盛港带来不一样的气氛。今天是举行请水仪式的日子，庙里的9支轿队将会从棚下出发，到东海岸公园恭迎圣驾返回庙宇。子杰的队伍也是其中之一，每次抬轿至少有50人协助。到我已经是第3代，我们还有多1代就是比较小的，啊，那些比较小的现在有些还在读书。
这个整个过程其实最大的挑战就是抬这个轿子，因为这个轿子有大概百多公斤重，所以我们一进去来讲的话，可能我们的 tolerance level 可能是最多是5到10分钟，我们就要出来了。这个轿子虽然是4个人扛，可是他们是用实木做成的，而且里面还有包括了ED generator。如果我们硬扛的话，会伤到我们的身体，尤其是我们的脚。从小小的庆典做到如今的大型活动，背后是庙里义工们的心血付出。每到九皇爷诞辰庆典，祖财就会放下工作，全情投入这项活动。我小学5、6年级就参与在这个庙，那时候轿子很普通啦，没有像现在这样先进，有 LED 这样美了，真的变化很多了。你看我们的轿子的灯这些，因为这些东西都会让那些年轻人有一个想要来参与的那种感觉。有些像我们的最年轻的 member， 他们才差不多14、15岁，他们就是被这些东西而吸引到，而来参加的。我们现在就是要吸引很多年轻人哦，一直传承下去这个九王文化啦。所以我们这庙哦，也是很多年轻人会进来的，这真的是好事了。连续9天在棚下举行的九皇爷诞辰庆典，吸引了各地的居民参与。在主殿隔壁的另一座大棚，是庙里特别安排的素食堂，这里每天要供应上千人的素食。背后负责素食堂统筹的是苏艾森，一早他就已经在食堂忙进忙出。以前我是做那个咖啡店煮炒的生意跟咖啡店管理，现在要退休了。我帮忙最重要是帮忙点货买货，货源很重要。我们可以省我们就省，可以买便宜就便宜咯。哎，呢度咖啡係邊嚟嘅？素食的煮真的一路来我们那煮的团队应该是7个，一个煮总材料的，一个是专炒米粉的。晚上多一个3个，6、4个当头当尾的比如切包菜，以前有无人店来切包菜，现在比较少了，全部年纪大了。九皇爷的信徒在参与盛会的日子需要斋戒，庙里会准备11天的素食，而苏艾森在11天里就要准备300包米粉、30桶麻油、1600粒包菜。厨房后，除了义工，还有请来的主厨，从早忙到晚。没有停的，一直炒出去的。咖喱菜一天要4窝5窝，你是一路做下来，你讲怎样忙我也不懂哎。那些有些老的老咯，那些年轻人哪里要做这个？这些手脚。冷，等一下又热，他们哪里要？你看做到我们手指甲全部这样子，年轻的指甲要尖尖的嘞，哪里要像我们这样子做？这场在棚下举行的庆典背后的人力财力，都是透过社区的居民一点一滴聚集起来。这就像抬轿一样，需要大家接力完成。农历9月初9是九皇爷诞辰庆典的送神仪式，是庆典的高潮时刻。棚下聚集了许多人潮，一场庆典凝聚了许多人。我们跟这些 members， 其实我们也是有差不多10多年的感情了。就是因为这样，我们会每年都会来给的。这种东西好像一个工作来的，你有感情，你可能会做10年；如果你没有感情，1个月就辞职了。我的店晚上他们一般他们不用做，
他们时间到现在，因为做的开心。今天你帮来，第二年的日子，第3年现在好像老朋友了，好像我们的离生病这样啊，要见面这么容易。累，真的累。不过看到圆满，看到有成绩，就不会这样了。又1年了。今年的成绩应该是最好的，然后人潮也是我们估计人潮最多的这一年。很多扛轿的啦，跟他们拜拜的，有些他父母亲会来，儿子会来，有些还带孙子来。我们这个庙真的很多，一代一代他们传承下去。这一天是九皇爷诞辰庆典结束斋戒的日子。经过2个星期的斋戒，棚下今天将展开另一场盛宴。这场宴会有150桌，动用80位招待员，宴请1500人。距离宴会只有5个小时。准备这场宴会的是蔡华春与他背后的团队。其实九皇爷这一场呢，我们大概在1-2个月前就接到这个单。如果一个新的地方，我本身一定要他们棚搭后，我们一定要下去看一下。看道士要怎么走，要怎么做，没有的话，道士你这样下去，磨磨烂烂下去的话，你会不知所措。何秀贤是负责这场千人宴的经理，入行多年的他，即使面对主办单位的各种要求，他都能随机应变。organizer 他会给我们那个图，然后他要我们去安排，跟着他的图来排那个桌子。他在这一排要做好做，可是他没有想到说，可能我们的 service 会不方便哦。你有风扇或者你有 air cooler， 你已经占住那个一点点的位置了。如果我排下去，客人坐了可能会危险，因为风扇一直吹着他，他也会很辛苦。黄俊友是这场宴会的厨师，他跟随蔡华春多年。一早，他把已经准备好的材料运到棚下的厨房。我们先去就要看我们厨房的地方先会不会漏水什么东西因为不知道天气不懂天气会不会晚上一下起雨来嘛，我们需要看地方要怎样放那些煮的东西这里煮出那里漏水头痛了这样。我们看过一有什么问题，我会先通知我老板讲一下先，大事等我老板去解决嘛。宴客陆续入场后，宴会即将举行。庙里的总务张祖才也忙着招待客人。其实我这边很久了，大概不是说每个人我应该大概80多个%会认识的啦。有些信徒他们会交代我了，我要跟哪一个坐在旁边，哪一座来坐，所以这个真的这个细节要很小心。宴会首先开始标会，场内热闹喊标，气氛活跃了起来。在棚下的厨房要与时间赛跑，每道菜上到客人的桌上的顺序都很重要。在10点半前一定要上完，然后又不可以太快，太快等一下后面没有东西吃了。最重要，菜还是要烧的，鱼呢就也是靠要够烧，然后要够熟。我们潮州的蒸鱼是很重要的，一笼继续的这样蒸所以也是很考功夫。烧出顾客的要求就是要烧，所以我们这100多座
差不多上烤了，砍了差不多7到88星，我们就要上了，不能再等了。路走过来也是蛮远的，是在搬，一直在跑的拿出过来，然后砍。忙碌起来，有时蔡华春也会亲自下手帮忙，厨房的气氛也相对的更加紧张。有时吵嘛，听不到嘛，所以讲话会大声一点。其实做外面都会紧张的，因为他一要上菜的时候，我们就要快上给他，一过了我们就没有事了。如果这个老板他本身是厨师，所以他毕竟对他自己的要求很高。我老板比较积极，是因为他的食物保持是热的给客人吃，他要觉得好吃，所以他会很紧张。创业是容易的，守业是最辛苦啊，因为毕竟这个招牌是他父亲，他一定要保他守业到好。蔡华春家里开设潮州餐馆，小时候就跟着父亲在餐馆里帮忙。继承家业后，他也坚持守着食物的传统味道。顾客的要求就是好吃，他们不管你多少做，然后我们的压力就在这里。如果你不够烧，他们就会就是说明年他一个人办不了啊。我是真的是一个很有要求的人，每一道菜必须在他的 deep top。这座在阿育尼搭设的铁棚，是为一场特别的活动准备。主人家是从事搭棚生意的家族。这主人家呢，他跟我们是世交来的，然后他们已经好几代人也是在搭棚的。九王爷也是他们搭的棚，我们做的宴会，所以他这次为什么要在这个棚下呢？因为他要做一点比较特别的东西。这次的搭棚是主人家用心为女儿的婚礼搭建，除了有帘布遮风挡雨，棚内还有冷气机，同时也搭建了迎宾走廊，场地布置的就像把酒楼搬到了户外。可以两种的，连3个位置不要跟我放到这么上来因为今天的会比较隆重一点，我们就会1对1，我们就是 VIP service。所以我们会把我们的酒楼的服务带来这里，我们会很注重拍摄要很整齐，要美观。我们今天的也是有我们所谓的餐巾，所以每个桌子都会有。70年代刚崩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搭棚在家里庆祝，现在搭棚结婚真的很少了。年轻人结婚通常都喜欢去 hotel 酒楼这些啦。在户外搭棚现场烹煮食物上桌，也称为上门到会。蔡春华10几岁就入行，每次上门到会最担心的是天气。我们做这一行的呢，最怕就是下雨，天不作美的话，你看我们很多东西都做不了，因为它的雨尤其是很大，好像刚才烧猪，我们要特地快点去移它进来那些炉那些碗盘都要全部，还有那个棚全部都要把它拉，那个窗帘全部都要拉的。地上是真的很湿，所以我们一定要穿这个安全鞋今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啦。Everybody please rise. We're going to welcome our newlyweds to march in. 今天主人家宴请了32桌，每桌7道菜。虽然相比千人宴需要准备的分量相对少，但每一道菜仍需精心准备，不能马虎。26年来，蔡华春致力于保留父亲传承下来的新加坡式潮州菜香气，上门到会也是他家族延续的传统。然而，如今棚下举办的宴会，在新加坡已逐渐少见。
做上门到位的价钱也不是说很好了，在员工方面很挑战，因为我们接下来我在想，多10年，我们这批人都老了，要去哪里找这些人再来帮忙？这个是很耗工的东西，还要搬上搬下，饭店他们可以做了，最终得上东西再冰厨推出来就可以了。我们现在是不行的，所以只是说我们做了几10年，不做又觉得对不起老顾客。2、3、其实你问我好赚吗？我觉得是真的很辛苦，不好赚。可以不要做，我现在在考虑，真的好像说一个苦力这样啊。毕竟做什么都累了，只是说那个满足感，顾客会打电话来，哎，谢谢你啊，那天晚上的菜啊，我的朋友都说很好啊，什么，人家会选到我们也是我们的荣幸啊。